好，好，我把画面，OK，好，那今天的话，哎，刚好又是 Mark，也是我，那我今天的话会想透过我们介绍一些网络的技术，然后来让大家了解说，如果今天你在准备一些技术方面的话，有准备的一些 tips。那因为我自己是熟悉网络，所以我会以介绍网络为主。不过其实其他服务大概其实这些 tip 的原则也都是相似的。OK，好。那我的 agenda 的话，首先我会快速过我们如果面试一个网络，我们基本的知识要求是什么？那接下来会我们盖上我们亚马逊的VPC 的一些基础观念。那每一个主题最右上方我都有放一个 QR code，这 QR code 的话，如果大家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想要深入了解的话，可以再扫描右上方的 QR code，那里面会有更多的资讯。好，那看到这一页，大家有没有吓一跳？如果要面试 networking 的话，需要了解这个每一个 protocol 吗？那其实不是，像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你如果都了解，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今天你在某个技术领域有你深入的一个，比如说研究，或者是解决很多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很希望，啊、也会喜欢像这样子的一个面试者。对，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那亚马逊服务真的有使用到这么多个一个 protocol 吗？那其实我可以举个例，比如说从 Layer One 开始，我们有一个服务叫做 Gallery Connect。那这个服务的话是去串接客户的资料中心，那真的拉一条实体的光纤线路到亚马逊的云端，你可以想象就是客户的资料中心跟云端是直接串接在一起，你可以直接访问。那在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需要去知道说，光纤的讯号要怎么量测、怎么解读，那光纤的一些配置，两边有没有配置对？因为客户如果没配置对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建立起来。那我们再往上层一点，到 VLAN，你建立好光纤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去确认两边的 VLAN 有没有 match。那 VLAN 完了以后，我们最后可能会到 BGP，原因是因为两个线路拉起来的时候，你需要透过 BGP 的协议来去沟通路由。那讲到路由的话，就会想到路由其实它会有分优先权，所以你也需要知道说路由的优先权怎么去设，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决定一个封包它的路由该怎么走。那我们再继续往到云端的话，在云端很多个客户会使用 NAT Gateway 这样子一个设备，这个跟传统频道 NAT 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今天客户在遇到 NAT 问题的时候，那因为 NAT 本身存在一些限制跟 TCP/IP 有关，那你在解决客户问题的时候，你就会需要知道 TCP/IP 的相关技术知识。那最后，如果到了最上层，你要去 hosting 一个 website 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一个 ELB，那去负载均衡。负载均衡同时支援 HTTP 跟 HTTPS，所以在帮客户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会需要了解 HTTP 跟 HTTPS 的差异，那它的技术细节是什么？所以我这边先给第一个 tip，就是，如果今天你要面临任何一个我们云端技术知识工程师任何一个 profile，我会建议你可以去看，在这个 profile 下，AWS 它提供哪些服务，使用了哪些协议，那你可以朝这些协议去做准备。跟如果今天刚好你本身就有这样的知识感很好，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做一些准备。那因为我们的面试其实也会着重在就是我们亚马逊服务有使用到的协议。那举个例来说，如果今天你面试 DB 的 profile，那因为我们有提供 MySQL 的一个RDS 的这样的服务，你可能就需要了解 MySQL 应该要怎么去运作，然后或者怎么去操作这样子。OK，好，那我们先从 VPC 开始。那 VPC 的话，它是一个虚拟网络。那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你可以在一个亚马逊上创建一个你自己的一个私有网络，你可以在里面放Amazon EC2。那 EC2 其实就是虚拟机的一个执行个体。那在虚拟机上，你就可以放自己的作业系统。那这个虚拟网络跟你在我们一般在真实实体网络上设置，或者是在资料中心的概念非常像，所以我们一样提供，你可以设定 IP address，你可以设定职网，然后你可以设定路由，甚至防火墙规则。
那在我们常接触到的客户案例，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客户可能他在地端的机房，他有一套服务，那他准备迁上云端，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找我们 support engineer 一起去讨论，我们会提供给他网络规划的最佳实践，那或者是说他在迁移的时候，他有可能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给他协助。好，那当你创建一个 VPC 以后，像刚刚讲，你除了放了 EC2 以外，你还可以放各式各样的服务在里面。那这个服务都会在这个 VPC 里面，在这个隔离的子网，他们可以互相沟通，但别人没办法去访问它。OK，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Region，那 Region 的话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在AWS 云里面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机器，比如说你的一个网站服务，你可以散布到全球各个地点。那我们每个地点就是一个区域的概念。我们一个区域的命名的话，是用当地的地名为命名。举例来说，我们有一个区域叫伦敦，有一个区域叫做 North California，那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欧洲。那区域后面会用代码，比如说伦敦会叫 EU West Two，然后北加州的话会叫 US West One。那这个区域的话，一般客户在选择区域的时候，其实它主要大部分都会是第一个你考量到你的访问的延迟性，那第二个话可能是法规的问题，那有些欧洲客户可能会需要match 相关的法规，所以需要把你的资料中心放在欧洲。OK，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控制台，我们怎么在亚马逊的控制台选择区域呢？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下拉式选单，那你就可以看到亚马逊的各式各样的区域，你只要一键点过去，你就可以去那个区域创建你想要的资源，比如说创建一个 EC2，你就可以在那边架起一个网站。OK，那在每个可用区里面，不好意思，每个区域里面的话，它还会有可用区的概念。这个可用区主要是为了高可用。那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 HA，因为如果今天你只把你的服务放在一个可用区的话，那如果今天这可用区真的出现了意外，比如说龙卷风、闪电、淹水、地震，这个资料中心有任何的异常，那你没有另外一个资料中心可以切换，所以我们其实有提供一个可用区的概念，我们会建议客户都把资料放在两个可用区。那我们可用区的话，是每个 region 内有各自可用区的概念，它会分在那个 region 代码后面加上 EA 跟 EB。对，OK。那在 VPC 内怎么去划分网路呢？VPC 内的话，不好意思，VPC 内的话，你可以看到右边，其实 VPC 内我们每个子网都可以提供给它一个 IPC IDR。那这个 IPC IDR 你就可以去切分，你每个子网的一个网路段。那在你之后去，不管是做路由表或是做防火墙规则的时候，你都可以很快的去指定，比如说我10.0.0/24，那我的路由要路由到哪边？那这个是我们 VPC 的控制台，那你要让一个子网也非常简单，你可以看到，它右边你只需要填入你的 CIDR，然后右边会有帮你算出你这个 CIDR 的可用的 IP 位置，你不用自己去算那个二进位。OK，那怎么将流量搞出来呢？或者说怎么去控制路由表呢？其实我们在每一个 VPC 的子网内，我们都可以设定一个路由表。这个路由表就像刚刚讲，你可以指定一个 IPC 啊、CID 啊，去指定到我们其中一个网络设备。那你可以看到这里，这是我们设定路由表的一个控制台。举例来说，我可以让我的10.0.0/16，我可以指引到 Internet Gateway。那英科内各位是什么呢？英科内各位就是我们客户，如果今天创建一个 VPC，那你希望这个 VPC 可以上网，可以去存取网络上的，比如说可以透过 BNI 访问你的 Web Server，或者是你可以去网络上抓一些 page，抓一些新的软体下来，那你就要创建一个 Internet Gateway。Internet Gateway 是一个我们亚马逊托管的，
它是可以一键启用，所以其实我们客户可以一键启用 Internet Gateway 以后，它是一个会自动水平扩展而且高可用的 VPC 元件。那它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当你启用 Internet Gateway 以后，如果今天你的 EC2 流量出了 Internet Gateway，我们会自动帮你放上你的这个 EC2 的外部 IP，所以在网络上，其实实际上你外面的人看到的是你public IP 出去访问你的比如说远端的服务器，他不会看到你的私有 IP，因为私有 IP 对方也没办法 login 回来。OK，那如果今天我希望限制，如果对外连线，可不可以我的 EC2 只有对外连线？那我不希望别人可以访问我。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呢？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网络上，如果今天有一个 EC2 有一个执行的一个虚拟机，那它有一个 public IP，随时大家都可以访问的话，你会看到第一个会有非常多的爬虫，第二个可能会有恶意的攻击者会来去扫描你的哪一个端口有开，然后可能知道说哦你这是哪一个服务来对你做比如说渗透啊或者是攻击，所以如果今天一般你的需求只是希望你可以去上网 download 一些 page 的话，那我们会建议客户使用 NAT。那 NAT 的话，在亚马逊我们提供一个叫 NAT Gateway，像刚刚讲，这个跟传统 NAT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功能，那一样是由我们来管理。那我这边刚好透过这个 NAT 的创建过程跟右边这个网络图，想要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概念，在整个 VPC 有子网，然后有 NAT。那左边是 NAT 创建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你只需要决定子网，决定你要分配哪一个 IP。那在右边。你可以看到右边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 NAT 跟一个 Web 服务器的一个子网的一个规划。你可以看到下面你有一个私有子网跟一个公有子网，下面是私有子网，里面可能会放只有private IP 的，比如说 GitHub Base Server，因为这些 server 它不需要被外部访问，但是它有可能要去下载一些 page，所以它会透过 Logging Cable，你可以看到右边下面有一个叫做 Min Logging Cable。那它会透过 Logging Cable 去指定你的0000，就是Internet 的意思，就是所有除了10.0.0/16以外的地址都要走 NAT Gateway。那 NAT Gateway 就会在一个公有子网在上面，它出公网都会透过这个 NAT Gateway。那你可以看到左边会有一些 Web Server，那这个就是面向真实用户的 Web Server，它会有自己的一个Elastic IP，也就是外部 IP，那别人可以直接透过 Internet Gateway 来访问这个外部 IP。OK，好，那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跟着我，所以我想要来一个简单的 Q&A，我们可以在那个下方，如果大家加入会议的话，应该在那个聊天视窗里面可以输入你的讯息。那想说希望让大家来一起参与，就是第一个，如果想要建立一个应用程序给欧洲的使用者的话，那请问要建立在哪一个 region？好，我这边看一下，伦敦。没错，没错，EU West Two，对对，开放。好，那下一个，那 EU West Two A 跟 B 这两个主要是代表什么呢？OK，A 粒备份，没错。好，那最后一个，如果我想要让我的私有子网那个执行EC2 的虚拟机执行个体可以连线到网际网路，但是我不希望其他网际网路的人可以来访问这个 EC2，那应该用哪一个网络设备呢？A、B、C、D、C。对，好，非常棒。那我最后还有一小块针对说明 EOB 跟Low53。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在除了 A 力可以做一个备援的话，在 VPC 如果今天你要创建一个网页服务器或者是任何服务，那我们也会
建议我们客户使用 Elastic 的 Load Balancing，也就是负载平衡。它可以当做对外一个唯一接口，当有流量进来的时候，可以分散到你后端多个机器。那都在机器的控管上，你也可以使用 Auto Scaling Group。那 Auto Scaling Group 的话，是可以根据机器的负载，自动去伸缩机器，自动做扩容或缩小。那为什么需要扩容跟缩小？那举个例来说，其实像我们一般的服务来说，其实在每一天，它的流量的峰值跟低谷的时间几乎都是固定的。举个例来说，如果今天是一个游戏服务，那它流量的峰值通常就会在每天晚上6点之后，那可能到凌晨12点降下来。所以在这段时间，你可能可以做一个预先扩展。那在平常凌晨的时候，你可以把实力缩回来，你就可以不需要去浪费那些空闲的实力，你可以去节省你的成本。那我这边其实想要提到另外一个面试技巧，就是像 load balancing 来说，load balancing 目前我们其实像大家如果扫右边上面这个 QR code，我们 load balancing 目前有分4种 load balancing。那我们这个扫完 QR code，你应该看到一张表去详细说明说每一个 load balancing type。举例来说，我们有 network load balancing，有 application load balancing，有 gateway load balancing。每一个 load balancing 它的 type，它的一个个别的那个功能是什么？那它有哪些特性？那其实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如果要去在面试的时候要准备某一个，比如说不知道在 protocol 有哪些方向，比如说想要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其实我们有列出 TCP 啊或 HTTP，但你觉得这个东西太广了，你想要再深入了解说到底要从哪一个方向去准备，那我会建议你就可以去看我们以 EOB 举例，像我刚刚讲那个表。那个表里面就会有，举例来说，我们 ALB 就会支援 SNI 或支援 WebSocket，支援 HTTP2。那NLB 可能在 KOS 这边支援 ALPN。那这你就可以预期，这就是我们面试会问的问题。因为当我们在协助客户去解决，比如说 ELB 相关技术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预先要知道这些相关的知识，比如说你要知道 SNI 是做什么，它背后怎么做。那你要知道说 WebSocket 大概运作或者是常见的故障排除是什么？那你要知道说，如果今天你是面试网络 ELB，那最常见的故障可能是 HTTP 个500或400错误。那各个500或400错误的代码大概可能什么原因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如果在准备面试的时候，可以去朝各个自己的要准备的服务，去看一些它官方的页面，去看到它使用到哪些，除了协议以外，还有哪些功能，或者更深入的一些技术，然后可以去看看说，哎，自己需不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补强。OK，那最后在绕53这边的话，我们绕53的话是我们的 AWS 的托管的网域 DNS 的 Web 服务，它可以做网域的注册，也可以做 DNS 的路由，那可以做运行状况的检查。那两个常见的路由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容错转移，你可以做 failover。举例来说，你可以有2个站点，一个主要，一个备用，两个持续做运行状况检查。当 A 站点是坏掉的时候呢，主要站点坏掉的时候，绕53会自动帮你去切换到 B 站点，就是备用的站点。那恢复的时候又再把它切回来，这是一种。那另外的话，可以根据地理位置，我们可以自动去侦测到客户的地理位置在哪边，提供给他你设定的。举例来说，你可以设定台湾就到比如说新加坡或东京的 EC2 提供繁体中文的页面。那如果是欧洲、美国，你就提供是英文的页面，可以搞这样的功能。OK，好，那我这边简单介绍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就是我们针对VPC 的一些基础的一个